遠一點，再遠一點。手機上的小字看得越來越吃力，我該不會有老花了吧？歡迎來到一群營養師給生活加點營養。當我們看遠看近的時候啊，眼睛的水晶體會像鏡頭對焦一樣變薄變厚，來讓我們看得清楚。大概到40歲左右啊，就會感覺到調節能力變差，看近的東西模糊，以及眼睛更容易疲勞了。那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為水晶體硬化，調節變厚變薄的彈性變差了。不過水晶體的彈性變差也不是40歲左右才發生的，在青少年的時期啊，調節的彈性最好，接着呢就開始走下坡了。只是到40歲左右啊，才出現比較明顯的症狀。那隨着我們年紀越來越大啊，調節的能力就越來越差，老花的度數也就越來越深。在台灣的調查就發現啊，老花眼的症狀啊，在40到45歲會感覺到明顯的惡化。長時間近距離用眼啊，過度使用手機或是電腦的小螢幕，會讓眼睛的對焦肌肉過度的疲勞甚至僵硬，導致老花眼啊，提早到35歲左右就出現。那這就稱為智慧型手機的老花眼。另外還有氧化壓力啊，像是吸煙啊、紫外線啊、空污等等，還有體內的自由基都會傷害水晶體的細胞。再來還有高溫，暴露在高溫還有紫外線之下啊，也會導致水晶體的硬化，讓老花眼提早發生。舉例來說啊，居住在熱帶或是離赤道比較近的人呢，發生老花眼的年齡也會比較早。那順帶一提，很多人啊會用熱敷眼罩來舒緩眼睛的疲勞。那適度的熱敷呢，對乾眼症也有幫助。不過留意哦，熱敷的溫度要控制在40到45度之下，不能超過50度，而且熱敷的時間呢，控制在5到15分鐘左右，避免戴着熱敷眼罩睡覺，以免時間太長啊，溫度又沒有控制好，反而會傷害水晶體跟眼睛周圍的皮膚哦。那最後會影響老花眼的因素是糖化終產物。如果體內血糖控制不好啊，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，那血液中過多的糖分呢，就會和水晶體的蛋白質發揮糖化作用，之後會形成大量的糖化終產物，讓蛋白質像是被強力膠粘在一起，導致我們水晶體失去彈性，變得又硬又黏，這樣會直接加速老花眼提早發作。而且更嚴重的是啊，這個糖化作用也會讓水晶體變渾濁，進而導致白內障的發生。那當老花眼發生之後啊，接下來就要開始擔心白內障了。老花眼跟白內障啊，可以說是水晶體從變硬到变霧的連續過程，甚至老花眼啊，也可以被視為是白內障的第一階段的症狀。那另外還有一個眼睛的疾病，也是跟老花眼是難兄難弟，也就是乾眼症。在台灣的中老年人口當中啊，老花眼跟乾眼症啊是兩種高度相關，而且經常共同存在的疾病。那這兩種症狀呢，通常在中年的時期同時出現，所以成人啊，通常會在40歲左右注意到乾眼症跟老花眼的症狀。而且老花眼跟乾眼症啊，也可能形成惡性循環。當你用眼過度的時候啊，眼睛就會容易乾嘛，那你的眼睛呢，就需要更用力的對焦，那這樣就會讓眼睛更疲勞，而且會讓老花更嚴重。那老花眼呢，雖然是年紀變大的一個結果，但是它早或晚出現或者是惡化的程度，其實都和我們整體的健康狀況息息相關。而且缺乏營養啊，可能會讓水晶體提早硬化。那首先呢，我們要幫身體增加抗氧化力。那有幾個耳熟能詳的成分可以保護水晶體不要受到氧化傷害。第一個是蝦紅素，蝦紅素可以保護水晶體不要受到陽光跟紫外線的氧化傷害。另外，蝦紅素也可以增加眼睛的睫狀肌的血液循環，讓眼睛的調節能力更好，更容易對焦。那第二個是葉黃素跟玉米黃素，葉黃素跟玉米黃素啊，可以像太陽眼鏡一樣，阻擋藍光跟紫外線，減少水晶體細胞的傷害，也可以改善眼睛疲勞、視力模糊的症狀。那第三個是花青素，花青素有抗氧化、抗發炎的效果，也可以放鬆眼睛的睫狀肌，改善調節的能力。那第四個是決明子茶，常常聽到決明子跟枸杞有護眼的功效。那台灣啊有一個針對決明子對護眼效果的研究，每天喝10公克的決明子泡的茶500cc，連續喝4到6個月之後啊，體內抗氧化力增加，而且淚液分泌更多，乾眼跟老花的症狀都有改善哦。那除了以上的營養素之外啊，基本的抗氧化維他命跟礦物質也不可以少，維生素 C、E、鋅、硒可以提高身體的抗氧化力，保護水晶體，而且可以降低白內障的風險哦。那接着啊，我们要对抗身體的糖化作用，血糖過高啊，胰島素阻抗，甚至是糖尿病都會加速老花眼的發生。高血糖會讓眼睛的調節能力變差，以及讓水晶體硬化。所以飲食中啊，要避免高糖、高碳水化合物的攝取，同時也要吃夠足夠的蛋白質哦，這樣才能供應水晶體必需的氨基酸，可以幫助水晶體正常的更新跟修復。還有一點啊，也同樣重要。
除了要避免高糖食物之外，也要避免高鹽分的重口味食物。太多的鈉會加速水晶體的硬化，不僅會加重老花眼，而且會更容易得到白內障。那在生活習慣方面同時可以調整。第一個是睡眠。睡眠品質差，作息不規律，會加重眼睛的疲勞，而且讓眼睛對焦更困難，會讓老花眼提早報到，而且眼睛也很容易乾澀。所以要培養規律的作息，時間到了就去睡覺，不要因為捨不得睡，一直繼續滑手機、追劇，盯着熒幕看。要讓自己睡得夠、睡得好，不僅對眼睛保養有幫助也能提升整體的生活品質跟幸福感。那再來你要注意幫眼睛防曬，紫外線會讓水晶體提早老化、變硬，甚至是變渾濁，更容易得到白內障。戴太陽眼鏡或是有抗 UV 的鏡片，都可以隔絕紫外線對水晶體的氧化傷害，也可以幫助維持調節能力，延緩老花眼的發生。那老花眼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面臨到的挑戰，可是它發生的時間跟速度卻是由你的生活習慣跟健康狀態來決定的。保護好身體的代謝跟抗氧化能力，就能讓你的眼睛鏡頭用得更久。謝謝你看到這裡，我把哪些該少吃、哪些該多吃的食物，通通整理成一張超好懂的護眼、紅綠燈食物卡，請打開資訊欄連結領取哦。希望今天影片有幫到你，記得分享給需要的家人朋友，別忘了訂閱給生活加營養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